他心通和漏尽通到底是什么？认知神经科学给出了答案。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种人？你还没开口，他好像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笑着说没事儿，他一眼就看穿你在硬撑。你精心包装的那层体面，在他面前好像透明的。你说不上来他是怎么做到的，但你就是有一种被看见了的感觉。佛学给这种能力起了一个名字，叫他心通。大多数人一听这个词，第一反应就是神通，就是超能力，就是特异功能。脑子里冒出来的画面是一个老和尚闭着眼睛，直接读取你脑海中的文字和图像，像蓝牙配对一样。但你仔细想一下，如果他心通真的是这种字面意义上的读心术，那它在物理上要怎么实现？思维是什么介质？大脑之间靠什么信号传输？频率多少？带宽多大？你会发现跟我们拆解回向的时候一模一样，只要你沿着这条直觉往下走，每一步都踩空。所以要么他心通是彻底的迷信，要么他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那回事儿。而佛学里还有另一个更冷门但更关键的概念，叫漏尽通。佛学说6种神通里面，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这5种外道也能修出来，但漏尽通只有佛弟子才有。而且佛学说了一句极其耐人寻味的话，漏尽通是6通之根，没有它，其他5通都不究竟。为什么？一个看似跟读心术毫无关系的东西，为什么被佛学放在了最高的位置？今天这期视频，我要用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和我们已经建立的预测编码框架来回答这2个问题。当我把答案推导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极其精妙的逻辑。他心通和漏尽通之间的关系不是佛学的玄学叙事，它背后对应的是一条清晰的神经机制链条，而且这条链条揭示了一件反直觉到让人起鸡皮疙瘩的事。你要想真正看见别人，你唯一需要做的不是往外看得更用力，而是把自己清理干净。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要理解他心通，我们得先搞清楚一件更基础的事。你的大脑本来就在读心，而且每时每刻都在读。你跟朋友聊天，他说了一句随便，你定吧，你立刻知道他不是真的随便，他是不高兴了。你在地铁上，对面一个陌生人不停地看手机，锁屏又解锁，你知道他在等一条迟迟没来的消息。你看一部电影，演员的一个微表情，你就知道他在说谎。你是怎么知道的？他们没有告诉你，你也没有读到他们脑子里的文字，但你就是知道了。这个能力，认知科学叫它心智化，也叫心理理论。它的意思是，你的大脑天然具备一套机制，专门用来推断其他人的心理状态，他们在想什么，感受什么，打算做什么。这套机制不是后天学来的哲学理论，它是大脑出厂就自带的硬件。过去20多年，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用脑成像技术把这套硬件的核心零件一个一个找了出来。第一个核心零件，镜像神经元。上世纪90年代，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的里佐拉蒂团队在猕猴实验中发现了一种神奇的神经元。当猴子自己伸手抓食物的时候，这些神经元会放电。当猴子看到别人伸手抓食物的时候，同样这些神经元也会放电。也就是说，你的大脑看到别人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内部会自动模拟一遍这个动作。你看到别人被针扎，你的手会条件反射的缩一下。你看到别人打哈欠，你也想打。这不是你矫情，这是镜像系统在自动运转。第2个核心零件，就是我们在回向那期已经认识的老朋友了，颞顶联合区。丽贝卡萨克斯在麻省理工的大量研究证实，颞顶联合区是你推断他人信念和意图的核心枢纽。当你在想他可能以为我不知道的时候，激活的就是这个区域。他做的事情是帮你建立一个关于别人脑子里在想什么的模型。第3个核心零件是前额叶内侧皮层。同样，我们在回向那期也提到过，它负责自我反思和社会认知，尤其是你把自己和别人进行比较和区分的时候。这3个零件加上它们之间的连接，构成了你大脑里的社会认知网络。这个网络在你清醒的每1分钟都在后台运转，不需要你主动启动，
它自动就在扫描周围所有人的面部表情、肢体语言、语音语调、行为模式，然后实时的为你生成一个判断，这个人现在的心理状态大概是什么。现在关键问题来了，如果每个人的大脑都自带这套读心硬件，为什么有人对别人的情绪敏感的像雷达一样，有人却迟钝的像木头？这就是我要加入的第二块拼图。还记得预测编码的核心逻辑吗？你的大脑是一台主动的预测发生器，它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本质上是先用先验信念自上而下的编一个版本，然后再用感官数据来校准。你看到的世界主要是你大脑编出来的那个版本，感官数据只是起修正作用。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你对他人的感知。你对面坐着一个人，你的大脑不是在被动的接收他发出的所有信号，然后客观的分析。不是的，你的大脑首先在用你自己的先验信念去预测他的心理状态，然后再用你接收到的信号去校准这个预测。你对他人的理解本质上也是一个受控的幻觉，而且问题在于，你用来预测别人心理状态的那些先验信念，很大一部分来自你自己。心理学里有一个被大量研究验证的现象，叫投射偏差。你饿的时候会高估别人的饥饿程度，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觉得别人也没什么好脸色，你内心充满恐惧的时候会把别人的中性表情解读为带有敌意。你不是在看见别人，你是在把自己的状态投射到别人身上，然后以为自己看见了别人。2008年发表在心理科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人们的情绪处于高唤起状态时，比如焦虑、愤怒或者极度兴奋，他们对他人面部表情的识别准确率会显著下降，不是因为他们眼睛不好使了，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噪音太大了，把从对方传过来的信号给淹没了。你把这个发现放到预测编码的框架里，逻辑就极其清晰了。你自己的情绪反应性，你自己的恐惧、欲望、偏见、创伤记忆，这些东西在你的大脑里表现为什么？表现为一组精度权重极高的先验信念。这些信念不断地向下发送强势的预测信号，他不喜欢我，他在评判我，这个人不可信，所有人最终都会离开。这些强势的预测信号会怎么样？会压制来自对方的实际信号。你的社会认知网络收到的不再是对方真实的表情、语调和肢体语言，而是你自己的先验信念编出来的那个版本。用信号处理的术语说，这是一个信噪比的问题。信号是对方发出的真实的社会线索，噪音是你自己内部的情绪反应和认知偏差。当噪音太大的时候，信号就被淹没了。你以为你在看别人，其实你看到的是你自己内心的倒影。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焦虑的人很难准确地判断别人对他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一个自恋的人几乎无法真正理解别人的感受。不是他们的社会认知硬件坏了，是他们自己产生的噪音把硬件的接收能力给淹没了。好，记住这个核心发现，你对他人心理状态的感知准确度取决于你自己内部的信噪比。噪音越大，你越看不见别人；噪音越小，别人在你面前就越透明。现在让我把镜头切到佛学。佛学里的六通是修行到一定阶段之后可能出现的6种特殊能力。天眼通能看到常人看不见的事物，天耳通能听到常人听不到的声音，神足通能自在地去到任何地方，宿命通能知道过去式的经历，他心通能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漏尽通断尽一切烦恼。前5通佛学说得很清楚，外道修行者也能获得，通过禅定的深入，这5种能力都有可能出现。但第6通漏尽通只有在佛法的修行框架中才能实现，而且佛学反复强调一件事，前5通不究竟，只有漏尽通是真正的解脱。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搞清楚这个漏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漏梵文是 asrava， 字面意思是流出、泄露。在唯识学里，漏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的心理活动中那些导致烦恼和痛苦的因素持续流出的状态。具体来说，3种根本漏：欲漏、
对感官快乐的贪着，有漏对存在本身的执着，无明漏对实相的根本无知。你有没有发现，这不就是我们在打坐那期推导出来的贪嗔痴吗？在我们已经建立的预测编码框架里，贪是对低预测误差状态的贪恋，嗔是对高预测误差状态的抗拒，痴是不知道这整个机制在运作，而漏就是这三种不当反应在你的意识系统中的持续运转。它们不是偶尔冒出来的，是像水龙头没关一样一直在流。翻译成预测编码的语言，漏就是你的先验信念系统中那些精度权重被严重较歪了的部分。有些权重该高的不够高，比如你对无常的认知应该是高权重的先验，但大多数人把它调得极低，假装一切都是永恒的。有些权重该低的太高了，比如我必须被所有人喜欢，失去就意味着毁灭，这些信念他们的精度权重被调得高到任何感官数据都穿不透。这些笑歪了的权重不是静态的，他们在持续的运转，持续的扭曲你的感知，持续的制造痛苦。这个持续流出的过程就是漏。而漏尽通字面意思就是把漏彻底止住了，所有的精度权重都回到了他们应有的位置，不是消灭了信念，是让每一个信念都成为可修正的假设，而不是不可动摇的真理。整个系统不再有任何地方在失控的流出噪音。好，现在我要做这期视频最核心的事，把他心通和漏尽通用同一条逻辑链串起来。回到我们前面推导出的那个关键结论，你对他人心理状态的感知准确度取决于你自己内部的信噪比。你的漏越多，你内部的噪音就越大。你越贪，你就越容易把别人的行为解读成跟你的欲望有关。你越嗔，你就越容易在别人的中性信号里读出敌意。你越痴，你就越看不见自己在投射。你以为你看见了真相，其实你看见的全是自己的幻影。反过来，你的漏越少，你内部的噪音就越小。当你不再时刻被自己的恐惧、欲望、偏见所驱动的时候，你的社会认知网络终于可以安静下来，接收到从对方那里传来的真实信号了。你不是获得了一种新的超能力，你是移除了一直在干扰你的噪音源。这就是为什么佛学说漏尽通是六通之根。让我用一个类比来讲清楚这个关系。想象你有一台接收信号的天线，这台天线本身的硬件非常好，灵敏度极高，就是你大脑里那套社会认知网络。但问题是，天线的旁边安装了好几台大功率的信号发射器，不停地向外发射噪音。这些发射器就是你的贪、你的嗔、你的痴、你的恐惧、你的欲望、你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收到远处传来的微弱信号吗？收不到。不是天线不行，是噪音把信号淹没了。他心通是什么？是天线终于能正常工作了。漏尽通是什么？是那些噪音发射器终于被关掉了。你不需要升级天线，你需要关掉噪音。天线从来都在那里，而且从来都很灵敏。这个逻辑在认知神经科学的实证研究中有没有支持？有。来自多个研究团队的发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冥想训练能够显著提升人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感知准确度。2012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塔尼亚辛格团队做了一个大型的冥想训练研究。他们把参与者分组，接受不同类型的冥想训练，其中一组专门训练慈悲心和社会认知。结果发现，接受过慈悲冥想训练的人，在识别他人情绪方面的准确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而这个提升的神经机制是什么？脑成像显示，这些参与者的颞顶联合区和前额叶内侧皮层的协同活动增强了，而与自我参照加工相关的默认模式网络活动降低了。你看到了吗？自我相关的噪音降低了，社会认知网络的信号就更清晰了。这不就是我们刚才推导的逻辑吗？2014年的一项跟进研究更进一步发现，冥想者在共情准确性测试中的优势不是因为他们更关心别人，而是因为他们更少受到自己情绪状态的干扰。也就是说，他们的优势不是多了什么，而是少了什么。少了自我投射，少了情绪噪音，少了先验信念对信号的扭曲。
这个发现和佛学的描述在结构上完全吻合。佛学从来没有说他心通是通过某种特殊的传输介质去读取别人大脑里的信息。如果你仔细去看唯识学的描述，他心通的机制更接近于当你的心足够沉静的时候，其他众生的心理活动会像月亮映在清水里一样自然地呈现在你的认知场中。注意这个比喻，月亮映在清水里，不是你把手伸到天上去抓月亮，是月亮自己映下来的，但前提是水必须清。水如果是浑的，月亮照样在天上，你就是看不见。水清了，月亮自然现，浑水就是你的漏，清水就是漏尽，月亮的倒影就是他心通。好，现在让我把这个逻辑推到更深的一层。你可能会问，好，我理解了，降低内部噪音可以提升对别人的感知准确度，这个说得通。但佛学描述的那种他心通，好像不只是更准确的读表情吧？有些记载说得很夸张，说能直接知道对方心里在想的具体内容，这个怎么解释？我需要在这里画一条红线。到目前为止，我给你推导的内容，降低内部噪音可以提升社会认知的信噪比，从而增强对他人心理状态的感知，这是有坚实科学证据支撑的。但佛学文献中描述的那种直接读取他人具体思维内容的能力，目前的科学既没有证实也没有证伪，它可能是对高度发达的社会认知能力的夸张化描述，也可能涉及我们目前还不理解的意识交互机制，这是一个诚实的不知道。但即使我们只取他心通的最保守的解读，也就是一种异常敏锐的社会感知能力，这个结论本身已经足够深刻了，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极其反直觉的道理。你想看清别人，不需要学任何读心技巧，你需要做的是清理自己。这个逻辑让我想起了一个在心理治疗领域被广泛认可的共识。所有的心理治疗师训练中都有一个核心环节，叫个人分析，或者叫个人体验，就是治疗师自己要先接受几百小时的心理治疗。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自己内部充满了未处理的创伤和情节，你在面对来访者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他的痛苦，而是你自己的痛苦在他身上的投射。你以为你在帮他，其实你在跟自己的影子搏斗。好的治疗师之所以能敏锐地察觉来访者没有说出口的东西，不是因为他们学了什么神奇的读心技术，而是因为他们自己足够干净，他们的社会认知天线上没有那么多噪音。这不就是世俗版的他心通吗？现在让我把整个框架再拉高一层，用唯识学的语言做最后的桥接。唯识学说第七识莫那识，我们已经很熟悉的那个永远在线的自我制造机，它不仅负责把所有体验标注成我的，它还是一台功率最大的噪音发射器。它产生的4种根本烦恼，我见、我爱、我慢、我痴，每一种都是一个高精度权重的先验信念，每一个都在持续的扭曲你对世界和他人的感知。我见，以为有一个独立实体的我，让你把所有社会互动都编码为跟我有关。别人说了一句话，你第一反应不是理解他的意思，而是判断这句话对我有什么影响。我爱，对这个自我的贪恋，让你在社会认知中优先处理他喜不喜欢我，他对我有没有用，这类自我中心的信息，而过滤掉了对方真实的情感表达。我慢，对自我价值的比较心，让你在看别人的时候，不是在看见别人，而是在跟别人比，在评判别人。你见到一个人，第一反应不是感受他的存在，而是判断他比你强还是比你弱。我痴，对这整个自我机制的无知，让你根本不知道以上3种噪音在运转。你以为你对别人的判断是客观的，是我就是看得准。你不知道你的每一个判断都被莫那识的噪音深深地染过了。这4种根本烦恼就是你的天线旁边那4台最大功率的噪音发射器。而唯识学说的转识成智中，莫那识对应的转化是什么？是转成平等性质。平等性质是什么？是对一切众生平等无差别的觉知，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去编码所有社会信息，而是如实的不加扭曲的感知每一个存在。你有没有发现，
平等性质这个描述翻译成认知科学的语言，就是社会认知网络在零噪音状态下的纯净输出。莫纳什的4种烦恼关掉了，4台噪音发射器停机了，天线终于接收到了清净的信号。你不再是透过自我这面哈哈镜去看别人，你第一次看到了没有被扭曲的原本的他们。这就是他心通，不是添加了什么，是拆除了什么，而这个拆除的过程就是漏镜。这个逻辑结构让我想起了赫胥黎在20世纪50年代说过的那个洞见，大脑的主要功能可能不是产生意识，而是过滤意识。就像我们讲过的还原阀，大脑更像一个减少器而不是一个生产器，它把巨大的信息流缩载成一个可管理的涓涓细流，让你能在日常生活中正常运作。把这个思路应用到社会认知上，你对他人心理状态的感知能力可能不是需要被增加的，而是一直在被压制的。是你自己的漏，你自己的贪嗔痴，你自己莫纳什产生的噪音在压制它。当这些压制被移除，能力自然涌现。这就是为什么佛学说众生本自具足，不是说你生下来就什么都会，是说你的底层硬件从来就是完备的，是软件层面的 bug 一直在干扰硬件的正常运转。漏镜通修的不是硬件升级，是软件除错。讲到这里，让我加入一个 AI 的视角，让这个结构更完整。在机器学习中有一个概念叫过拟合，一个模型如果在训练数据中学到了太多噪音和特殊模式，它反而会失去对新数据的判断能力。过拟合的模型看起来在训练集上表现完美，但一遇到新情况就傻了。你对他人的判断也是一样的，你的人生经历给你留下了大量的训练数据，包括创伤、偏见、文化预设、自我保护机制，这些数据训练出了你的社会认知模型。但如果这个模型过拟合了，过度学习了你个人经历中的特殊模式，它就失去了对新的不同的人的泛化能力。你用对你前任的经验去判断你的新伴侣，你用你父母对你的方式去推测所有权威人物的意图。你不是在看见这个独特的人，你是在看你过去的训练集里的鬼影。漏镜通，用机器学习的语言说，就是你的社会认知模型达到了完美的泛化状态，它不再被任何特定的训练数据集所绑架，它面对每一个新的个体都能如实的建模，不多不少。这也回应了我们在回向那期讲过的那个类比。回向是把修行的损失函数从局部优化切换到全局优化，漏镜通是这个全局优化的终极形态。当你的损失函数不再只是最小化我的预测误差，而是变成了如实感知一切的时候，你的模型自然就获得了对所有众生的泛化能力。这就是他心通的 AI 翻译，一个完美泛化的社会认知模型。好，让我把今天全部线索收束起来。他心通到底是什么？它不是一种通过未知物理介质读取他人脑中文字的超能力，在认知神经科学的框架里，它是你大脑本自具足的社会认知系统，在内部噪音被极大程度移除之后达到的一种高信噪比的感知状态。你的镜像系统，你的颞顶联合区，你的社会认知网络一直都在工作，一直都在接收来自他人的信号，但你自己内部的贪嗔痴，你的投射偏差，你的莫纳什制造的自我中心噪音，长期以来都在淹没这些信号。当这些噪音被清除，信号自然清晰。漏镜通到底是什么？在预测编码的框架里，漏就是你的先验信念系统中所有被严重校歪的精度权重，它们持续的扭曲你的感知，持续的制造痛苦，持续的流出噪音。漏镜就是所有权重回到它们应有的位置，不是消灭了信念，是让整个系统不再有任何失控的偏差在运转。而他心通和漏镜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漏镜是因，他心通是果，不是你修出了一种新能力，是你移除了阻碍这种能力的障碍。水清了，月亮自然映在里面，天线上的噪音关了，信号自然清晰。莫纳什转为平等性质，你对一切众生的感知自然如实。3种语言，一条逻辑链。
这个结论给了我一个极其落地的启发，你不需要等到有一天漏尽了才能改善你的社会认知能力，这是一个连续的光谱，不是一个二元开关。你每减少一分内部噪音，你对他人的感知就清晰一分。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做一件很简单的事，下次你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注意一下你大脑里在跑的那个后台程序，你是在听他说什么，还是在想你接下来要说什么？你是在感受他的情绪，还是在评判他这个人？你是在看见他，还是在看你自己投射在他身上的那个影子？当你开始能觉察到那个后台程序的时候，你就已经在降低噪音了。这就是打坐训练在社会认知领域的直接应用。你在冥想中练习觉察自己的念头而不跟随，这个能力迁移到人际交往中，就是觉察自己的投射而不跟随。每一次你在对话中暂停了自动判断，安静的多听了1秒钟，你的社会认知天线就多接收到了一点真实信号。每一次你意识到我刚才不是在看见他，是在投射我自己，你就关掉了一小台噪音发射器。这不是什么神通修炼，这是每个人每天都可以做的意向性训练。但这里也浮现出了一个我到现在还在想的更大的问题。我们今天讨论的他心通取的是最保守的解读，高度发达的社会认知，但佛学传统中描述的6通显然不止于此。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宿命通，这些能力如果真的存在，它们的机制是什么？它们是否也遵循同样的逻辑，也就是移除障碍之后自然涌现的底层能力？还是说它们涉及我们目前的科学根本还没有触及的意识运作层面？唯识学说阿赖耶识是一切种子的仓库，它里面储存的信息远不止你这一世的经验。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漏尽之后能访问到的信息范围可能远远超出我们今天讨论的社会认知，但这已经进入了科学目前无法验证的领域。我把它标注为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猜想，留在那里。也许有一天，当意识科学再往前走几步，我们会发现6通不是6种独立的超能力，而是同一个被遮蔽的底层觉知系统在不同维度上的自然表达。漏尽通打开的不只是社会认知这一扇窗，而是所有被噪音封住的窗户。但那是后面的故事了。对于这一期的内容，你有什么想法？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你自己特别平静的时候，突然对身边人的感受变得异常敏锐，或者反过来，在你自己焦虑烦躁的时候，完全看不见别人的情绪？你最想让我下一期聊什么话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